2018年9月初，湖南耒阳街头爆发群体流血事件，起因是政府因为公校人满为患，强行分流一些孩子到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，引起家长不满，上街抗议。这个中部小城怎么会穷的连义务教育都供不起了呢？穷，政府都是欠负债的，怎么管？政府都是赖皮狗在这里。据悉，到2017年底，耒阳市政府累计债务在24亿元人民币以上，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11%。早听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已成为令全球担忧的灰犀牛，中国官方却一直嘴硬说中国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揭不开锅了。那么，中国地方政府到底欠了多少债？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，截至2018年6月底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.8万亿元人民币。但就在5月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在一个论坛说，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元，两者相差23.2万亿，相当于7个福建省去年全年的 GDP。我们到底该信哪个？中国的地方债问题还要从90年代初说起。中国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集权改革后，中央掌握了近60%的财权，地方政府用40%的财政预算承担60%的地方事务，收支差距越来越大，只能自己想办法搞钱。所以地方上成立了名目繁多的融资平台，变相举债，这些债务不纳入政府债务限额管理，就形成了隐性地方政府债务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为维持8%的经济成长率，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。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，而中央只出30%资金，剩下70%，大约2.8万亿元由地方负责筹钱，地方债务开始迅速积累。2009年的3月左右，这时候呢，人民银行跟银监会就给他开了个口，就是让他做一个这个地方融资平台，这个本来是一个过渡行为，但是他后来做大了。借来的钱帮中国经济在08年的危机之后领先世界复苏，之后便是几年皆大欢喜的狂欢。这当时在2009年跟2010年这2年，我记得是放贷款是18万亿，这2年是放了往常6年的贷款。到各地县市走一走，你会看到广场越修越大，楼堂馆所越盖越豪华，行政新区拔地而起。从中央到地方的 GDP 崇拜，是这一波地方投资冲动的推手。为了在任内做出政绩，地方官员不惜高额举债，大搞过度建设，盲目投资。同时，基建项目里的高额回扣也拉了一把，把地方政府拉进债务黑洞。2010年这个债务就已经达到10万亿了，到2013年审计署又公布它的数据，大约就是18万亿，短短的3年，它都上升了80%。出来混，债总是要还的，这些债务主要是用土地出让金来还，地方政府由此走上土地财政之路，土地和住房价格暴涨。但是中国的 GDP 增速毕竟已经告别了2位数时代，土地红利越来越低，还债能力严重下降，新的基建项目所需资金要靠借债维持，地方债不仅还不上，还越积越多，渐渐失控。 I think that they're paying far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ported GDP growth numbers and not enough attention to what really matters, and that's debt servicing capacity.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agree that the growth in debt servicing capacity is much less than the reported GDP numbers. 高层很头疼。2015年1月，修改后的预算法正式实施，允许地方政府采取发行债券方式，依法适度举债。之后几年，地方债务狂飙。与此同时，地方政府还脑洞大开，通过各种方式打擦边球，而这些违法违规举债都未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。那么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？由于统计口径有争议，实际情况摸底不清，各方莫衷一是。
如果按照那位副主任委员贺坑的说法，含隐性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务共40万亿，再加上中央政府13.48万亿元的债务，那么全国政府债务大约53.48万亿元人民币，超过2017年瑞士全年 GDP， 政府杠杆率高达64.7%，高于60%的国际标准风险警戒线。按照2018年前11个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3.9%左右计算，地方政府每年为隐性债务至少要支付1.8万亿元利息，而隐形债务利率一般远超债券利率。2017年，中国各地的财政现状是，即使用富裕省份的盈余填补其余省份的财政赤字，全国地方政府财政依然亏空1.2万亿元。也就是说，目前地方政府的处境是吃饭生存都难以为继，更别提付息还债了。难怪贺坑说，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，政府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。还是以湖南耒阳为例，2017年耒阳公共预算减少1/8，2018年前5个月再减少1/半，教育、医疗和其他服务都遭遇财政困难。5月，耒阳市公务员被欠薪超过1周，之后一家市属企业没能按时向非银行借贷机构偿还贷款。9月初，教育经费紧张问题延烧到街头。中国特色的民事时刻已经爆发了。这种只管借不管还的地方债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地方性风险就可能演变为全局性风险，最终拖累经济，影响社会稳定。中央政府怕了，自2017年以来出台一系列文件收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，多次强调终身问责，倒查责任，还一口咬定央妈不会为地方债兜底，好几个省份传出央妈摸底隐性债务的消息。可是，随着中美贸易战爆发，以及中国政府持续去杠杆防风险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，稳增长成为首要任务。具体举措之一就是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，美其名曰开前门堵后门。全国人大常委会2018年底正式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2019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，合计1.39万亿元。这意味着2019年初，地方政府就可以发债搞基础设施建设，还可以借新还旧，缓解还债压力。饮鸩止渴的办法，最后会使得地方的债务会越来越严重，银行的坏账会越来越多。地方政府既要严防地方债风险，又要加大发债力度稳增长，都要精分了。其实经济问题说到底还是政治问题，如果不打破风险大锅饭体制，借钱的不用担心还钱的事，地方隐性债务就断不了根。2018年9月，中办国办发文，允许严重资不抵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破产。考虑到城投公司债务规模可能高达40万亿人民币，如果出事，将是金融领域的核爆炸。相比之下，总规模1.3万亿的中国 P2P 连环暴雷只能算是个手榴弹。很多城投债它都以理财呀等方式是在银行进行销售，个人买了那样的一些城投公司的一些理财产品，那就有可能就导致很多人是血本无归。现在全国城投债面临着万亿级到期洪峰，韭菜们这回就算是被连根拔起，也填不满这个黑洞。城投是地方政府背书的公司，一旦开了赖账破产的先例，那么地方政府的信用破产还会远吗？